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中小编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虎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时事评论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好，那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讨论，对于黄昌主席来讲的话，除了自己要不要面对到不管狗仔们这些有没有司法的一些相关一些问题，李义娟对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同时身兼这么多份的工作？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也着重在是因为毕竟民众党国内第3大政党蓝白阵营合作的话，在立法院看起来是无坚不摧，而未来的选战2026、2028是不是也会是这样合作？国内政治版图到底会怎么样？你在关心这个时候，当然你会关心到对于黄昌主席来讲的话，那李有仪的事情、制度上的一些的规划，甚或大家有人在讲冲草，一定会有一战吗？真的会这样吗？这样想的人，你会不会想多了？一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冲草中续一战吗？怎么会？今天晚上柯文哲跟黄昌是不是要一起直播？在这个节骨眼下，就告诉你说没有你们想的这个问题。对，因为今天李四川也宣布他也要参选他还提出所谓的板桥阿嬷跟他讲了一些话嘛，所以他决定要来参选。好熟的一句话。所以李四川有板桥阿嬷那朱立伦有淡水阿嬷但是我们黄国昌有土城阿伯刚从土城出来的阿伯他们现在要直播，而且直播的宣传大家可以不用看我们五个的节目，但是给大家秀一下他们2个直播的画面就是长这样子，而且他们贴在脸书上面彼此在彼此的这个脸书里面社群媒体里面去做相关的互相拉抬的动作，这表示什么是意思？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因为我讲的嘛，李四川有板桥阿嬷有动作所以我要有土城阿伯来加持我要参选新北市长嘛，所以黄国昌对他有意义的就是我要参选新北市长，我要阿伯来加持。第二个目的当然是党内的提名争议嘛，包含议员之间邱明玉今天没有来，他去日本也去日本消费因为没有中国人了，所以他也去日本玩了。邱明玉今天指出李有仪在内部民调里面赢周小云27%，27%，开玩笑。我说真的，一个议员能够拿27%就了不起了，他竟然是赢周小云27%，表示你只要提名李有仪，以27%的这个知名度跟实力，他就可以当选嘛。你为什么不提名李有仪？你要提名周小云嘛？所以里面小草里面就分成所谓科派跟昌派嘛。到底提名是不是有科派跟昌派的议员候选人这个相关的派系的纷争？所以他必须找柯文哲来跟他背书嘛，说我的提名都公正了。所以不只是周小云跟李有仪之间，还包含麦玉珍为什么不能选？麦玉珍是柯文哲提名的第4名的不分区立委为什么陈婉慧可以选？陈婉慧是第9名那时候我2020年提名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一次当选了，他是排名第9的，他是因为前面的人高虹安去选市长了，那蔡壁如有所谓的论文的问题，所以在递补上陈婉慧。所以陈婉慧为什么可以提名这个宜兰县的县长？那我麦玉珍说要选就被人家说卖够卵然后自己后来退选。这些党内提名的问题，当然必须要有人帮黄国昌这个作为党主席人背书，而最好的背书的人选当然是柯文哲，所以他今天需要柯文哲来做相关的直播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柯文哲要帮？因为如果照大家在讲说，看起来柯文哲有强势付出的这种感觉，因为接下来很快就要延迟辩论了嘛，对不对？大家等一下也会讨论到他要直播，然后被法院，然后法院说没有要全程直播，他要抗告，这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柯文哲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去帮黄昌做这一段？因为毕竟党主席不像黄国昌讲的郑丽文讲话没有效果那郑丽文讲话，他毕竟就代表国民党党主席嘛。那黄国昌现在作为党内的党主席，他所有的提名权掌握在手上，所以柯文哲也必须跟黄国昌对于所谓的提名的问题做相关的协调嘛，互相的背书嘛，包含我未来辅选的模式，或者是蓝白合的相关的合作的策略跟谋略嘛。而且柯文哲现在面临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12月11号
法庭到底要不要直播？他今天已经公开提出了抗告，决定要抗告，因为法庭是说，法院是说，因为我不可能直接让你直播，我必须在看这个里面的内容里面有没有涉及相关人等的隐私的问题，我必须剪掉之后获得相关人等的同意，我才能够播放出去嘛。拜托，法庭里面不只有你柯文哲一个人，好不好？不能你说你柯文哲要直播，其他人都要配合你直播嘛。所以我作为一个法院的裁定就很清楚的，我必须获得所有相关法院的发言相关的人的，不管是律师或者是检察官或者是相关的证人，这些人都必须同意我播放出去之后，我才能做所谓的播放嘛。所以他的决定叫做我叫 delay live 嘛，就是我把相关争议的东西剪掉之后，然后再来做播出嘛。柯文哲的主张就是我就要全程直播啊，这个东西是柯文哲的目的。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一定也会讨论到12月11号法庭直播的问题，因为这个修法就是黄国昌所修法的，所以柯文哲跟黄国昌必须在今天晚上来做这件事情，包含之后他们如何去宣传这件事情。因为柯文哲的司法不公的问题，还是小草里面最关注的议题啊。他们甚至不太关注说到底党提名了谁，他们关注的还是阿北，所以柯文哲还是民众党最主要的精神领袖啊。另外，今天黄国昌还有一个争议啊，不是说他要选所谓的新北市长吗？怎么把自己的住家从汐止搬到了大安啊？你不是要选台北大安区？蛋黄区中的蛋黄区，仁爱圆环啊，那已经不只是大安区了，大安区最贵的就是在仁爱圆环啊，所以这个争议啊，难怪他住汐止没有闻到基隆河那个油污问题啊。本来应该住汐止，应该喝到这个水，他应该说太离谱了，我喝的水怎么会有油污？结果他不住在汐止，难怪他没有发现说汐止的自来水是有油污的问题。他今天住在大安区，大家看这个豪宅啊，这是当然是 sample 了。租屋网里面的 sample， 因为他说是用租的，不是用买的用租屋网，这里面的租金大概11万啊，但是他的管理费只有7000，表示黄国昌的租的地方一定比这个更好嘛，地段也好，或者内部装潢也好，所以他的管理费用高达上万元嘛，所以他的管理费更高，所以他的租金就不止11万，而这个的卖价多少啊？我直接跟大家讲，不要吓掉，叫做1.2亿呀。1.2亿啊！所以今天又有人说，他以前叫主张居住正义，现在今天变成居住上亿夫啊，不是居住正义，变成居住上亿。那这么高的金额的租金，我们都知道立法委员一个月的薪水多少？19万而已啊，19万到20万而已啊，你付得起这么高的租金吗？但是其实大家如果了解，他本来就是建商女婿，不要说租得起啦，买都买得起啦，他们家就在卖房子了，怎么买不起？所以一定买得起，只不过跟过去主张居住正义的黄国昌反差太大，所以今天才变成新闻，大家热搜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主张居住正义，你躺的睡觉的地方就是台北市地段最高的仁爱圆环附近，结果你可能是那几年啊，去主张居住正义的时候是看房子啊，觉得这地段不错啊，所以离他的生活圈都很接近啊，包含这个他的安亲班啊，高辉的安亲班就在隔壁而已，那学校也在那边，包含李丽娟的这个户籍也在那边，所以他们可以住近的回学校嘛。就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那你明明租在这里，你为什么要把妻女的地址户籍挂在李丽娟家里？是不是不让人家知道你这里租了房子？否则你为了读这附近的学区，你明明就租了一栋房子，你就挂在这就好啊？为什么要去挂在李丽娟的家里面哦？这些东西黄国昌今天都没有解释，而这未来对于他参选新北市长，对于他过去主张居住正义的问题，他未来参选新北市长的时候，都要来一一来解释。不过现在看起来，耀明，今天好，你说今天他们柯文哲跟黄昌这场直播，两个人都各有所思吗？对于这个直播是合则两利吗？因为这一场下去的话，前一阵子你光看上一个礼拜，大家讨论的这么沸沸扬扬，那个友谊啊，所有讲成这个样子。可是这场直播某种程度，包括刚讲到柯文哲坚持说他希望能够直播，在法庭开庭的那天，他要让所有全国人看得到，他侃侃而谈。那个你可以想象，如果全程直播的话，最后做结辩的那一块，律师的辩论可能都不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那重点一定是摆在柯文哲那场辩论里头，所以那个对他来说那才是重点。而在法庭言辞辩论前这场直播，到底真正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想他们安排这一场的这个叫柯文哲的复出秀啦。你觉得这个就是正式复出的？对，因为之前已经讨论说，他已经什么到党部去办公对啊，是啊，对，那 AI 啊什么的。其实就我了解，就是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证人的传唤结束告一段落之后，他们就已经有就是说，民众党内部就是有在讨论说，因为既然他可以跟这些所谓党内的人可以比较正常的互动了，那他们就是一直在思考说，什么时候是柯文哲可以出来跟小草们互动的时间点，他们一直在讨论说这个时间点放在什么时候比较适合。那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主观要看柯文哲的意愿。那当今天柯文哲在法庭的攻防是诉求直播，而且这个直播的法律也是民众党这半年都在推的一直在推的议题嘛。那他们变成说，就是用整个党的诉求，让柯文哲的案子能够配合在一起。那柯文哲这个时候去提这个被抗告驳回，出来直播，要提抗告了，就是说他被这个裁定驳回，可是呢，他要提抗告，这个时间点直播，又结合了他的法庭的这个所谓司法案件的议题，又有第一次，就是说他交保后第一次面对。之前都是用录影的，这一次就是直接可以面对他的小草，是用直播的方式对话。我的了解是说，他们其实是有大概安排一下，第一个那个到时候黄国昌跟柯文哲的对谈，第一个一定是柯文哲要怎么感谢小草嘛。所以那个脚本，你是说那个脚本都安排好了，包括第一个是什么，然后接下来要谈什么议题，大概脚本都好。如果你还记得之前他跟黄国昌有在一个那个影片里面有稍微简单对话，对，那个有点类似，就是在做彩排。OK， 那个就是说先铺排说，如果两个要对谈，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只是说他们现在设定就是这个时间，今天这个晚上会来做这样的合体。那合体当然我的了解是他们也会谈一些时事议题。他们现在设定就是这个时间，今天这个晚上会来做这样的合体。那合体当然我的了解是他们也会谈一些时事议题，比如说这个上礼拜赖总统说这1.25兆的国防预算，应该要这个军事特别预算，他们也会提就是说他们当然不会只针对预算本身，而是谈所谓的战核问题啦，就是两岸的这个战争与和平的这个路线，那再去讲当然。民众党他们一定会去戳赖清德最近在谈的国情报告，你的承诺要怎么样然后呢再来，当然有一大块是司法，他们锁定有一大块就是让柯文哲去谈他的司法这一年来这个被羁押啦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大块是锁定在这个部分。那还有呢我的了解是也会谈到黄国昌不当立委的规划，那当然也就是含新北，所以。基本上就是什么都可以谈啊，什么都会谈。那我想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对民众党来讲有一个效果，就是让民众党的支持者知道说，现在两个前后任主席并不是这个谁各管各的，而是两个人是可以在一起去讨论这个党的未来。我觉得他们是在很明显的诉求。那我把它解读为就是剩下距离2026的不到1年。因为明年的11月28号要这个地方选举，那民众党就等于是正式敲响那个所谓2026的号角，所以包括昨天他们正式提名的陈琬惠，这些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步调里面，只是他们设定这个时候必须由他们党内声量最高的这个柯文哲前主席来扮演这个主角。那今天的晚上，我相信这个流量一定不会差啦。但是你要说这个这就代表柯文哲要重返政坛吗？当然不，应该说他没有离开过。OK， 只是呢，他现在有一个司法的这个紧箍咒，这个紧箍儿套在他的头上，他得要先面临司法的考验。可是你也可以看出，他愿意接受这场直播，就表示他对他的群众的魅力还是很有自信。OK。易中老师，请问一下，两颗太阳合体，会看到是什么？你不会看到后羿嘛，对不对？那两颗太阳的合体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而这两颗太阳，那如果这样一起来的话，那大家有时候会考谁说哪有只有一颗太阳或什么？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而刚才一善特别指，对黄国昌主席来讲的话，面对到不止狗仔门的问题或这些。
居住正义这件事，你长期以来也一直在讲居住正义这件事。那他住那个房子，他就讲我有需求，我搬到大安区住这样房子不行吗？这个你们也要拿来说我违反居住正义吗？不是，就是首先我在这里我必须跟连胜文道歉啊。2014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办潮运，选在仁爱路3段的地堡门口，我在那边躺了1个晚上。那时候就考试，连胜文就是权贵，然后所以居住正义讽刺他。没有想到2025年的黄国昌，他住了仁爱路4段啊，他也是住了上亿的豪宅。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比起来的话，那如果黄国昌这样子住了仁爱路4段的上亿豪宅，他也可以宣称他居住正义的话，那我真的要跟连胜文道歉。胜文拍谁？因为每个人的居住正义的定义不同。我现在是用黄国昌的居住正义来定义。那时候你们是一起。对，跟黄国昌一起在针对黄国昌那时候有没有受邀，我不确定。但是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是那个等于是太阳花那个风潮，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像林非凡啊这些战将都有来。所以黄国昌那时候有没有登台，我不确定。但是我只能说大家那时候是一伙的。所以我感到很抱歉。所以这边先跟胜文说抱歉。我们先对居住正义的定义要稍微厘清一下。好，那黄国昌呢，就是今天被劲爆独家爆料，就是说他悄悄搬离新北汐止的住家，然后住进台北市的这个刚刚提到那个仁爱路4段的亿元豪宅。黄国昌有回应哦。黄国昌通常都说垃圾媒体，然后什么道歉，对，他今天有，他说有了。他2023年因为他汐止老家违建拆了，所以他就要搬，要有地方住。对，所以他有说他确定他住了1年多，他承认了，就很温柔。那大家自杀猫就很认真的就帮他找出黄国昌的那个居住正义地图，以仁爱圆环为中心，这里面都是包括我们国昌老师的所有的那个 location， 就是他的新家在这里，就是这个百利大厦，就是这个上亿元的这个豪宅，当然国昌是用租的啦，租金多少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为什么他会选在这里呢？这里面就有猫腻啦。这里大家知道吗？他之前不是寄户籍，他一直不是寄户籍到李丽娟，就是那个凯斯国际的那个名义上的负责人，这个李丽娟的家吗？这里白宫大厦，然后呢，也很近，走路就很近。然后呢，高嘉最近不是开了一个新的安亲班，他原本在民生东路那个高嘉私塾，那现在因为已经撤掉了嘛，被检举以后要赶快收掉，所以现在呢已经在动工装潢，租在这一层这个香榭大厦的10楼，而且月租是要至少10万块。苏培已经去查了嘛，已经安亲班到底有登记不？今嘛拢在查，对，没有登记，对，所以就是今嘛等在装潢，今嘛就红北呢，你好的，之前黄国昌的宾士车出现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走路的地方啊，学校，刚刚提到说，有人就说，黄国昌为什么他设这个学校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报告，因为我是老师，我比较专业，他应该是这样子，他其实是没有居住事实，他迁户籍，他寄户籍啦。就是说一段时间，因为有人说，那黄国昌不是1年多前已经搬到这个新家了吗？他为什么把孩子的户籍就迁进来？实际上是因为户籍是这样，我们在台北市这些俄满学校，因为他们这个学校还不错，俄满学校它是必须要比排序的，就是你的那个居住时间要久，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李丽娟这个房子应该记了很久。通常我们一般如果是记的话，有记到6年以上，所以应该是比较记啊就顾完了。那从小学这边有小学跟国中，学区都不错，所以应该是记在这边记很久，但是。我刚刚讲嘛，记很多年，对不对？对。一段是记，这个就显然就是没有居住事实。按照最严格的我们学校的规定，教育局的规定是不可以入籍的啦。所以还要去查你有没有真的住在那。如果真的要去刁难你的话，其实是可以，因为所谓的寄户籍这件事情，现在是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俄满学校，苏培东穷策，我就把它俄满学校，所以我们是比如说你的房子买在这边，你有所有权人，对，那或者一种是你长期租6年以上，就是租在，而且是有实际的居住事实。那你刚刚讲的所谓的寄户籍这些没有居住事实，它基本上是不可以不予录取的，小学、国中都一样。所以这边其实可以确定一件，黄国昌他并没有居住事实。但是反正就是事情就是大家到这边，不会，人家现在有居住事实了。百利大厦也是仁爱学区，对，他2个的学区是一样的，开早班，对，所以以前1年多前他有进到居住室，但是我要讲是在1年多以前，其实严格来讲他的入学资格，这个其实是可以去修的。好，那现在讲这么多的是说，那大家会觉得说，你知道那一天就是716，我就讲这个是2023年716那天超热，我有在外面看，你刚下晡的话，个暑假你知道30几度，你知道底下有多少人？馆长那时候号召力很强啊，号召好几万人啊，这些年轻人那时候都热血沸腾，就是觉得说这个社会不公平，居住正义，所以你知道
大家那边流汗呢，我是必跌树荫下，我较熟啦，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一伙的，我只是去观察，因为只要居住正义我都有兴趣，所以我去看。我就底下在讲底下边啊，大家呢，我现在只是想要问这些当初在2023年716那天下午30几度那个高温，看着国昌跟馆长在那边奋斗的这一群战士，如今我们的馆长已经去中国做生意啊，如今我们的国昌住在仁爱路，就是上亿元的豪宅，也不输连胜文了。啊，这些当初的这些支持者，不管是管粉或是冲粉，他们心中作何感想？为什么阿北选在今天要跟黄国昌直播？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说土木堡之变，当年那个英宗跟代宗的这个2个皇帝，但是过了7年以后的夺门之变，他不是说夺就能夺啊。现任的皇帝在这边，你以为你这个太上皇想要夺就能夺到吗？当然你要等现任的这个在位的这个皇帝慢慢衰落以后，时机到了，这些大臣们才有机会把原本的太上皇拱回来。所以同理嘛，那相较于柯文哲之前的争议，柯文哲大概争议也1年的就那一些了嘛，紧绷了嘛。今嘛你好拍谁哈，轮流立黄国昌，还有你的兄弟馆长，而且馆长就慢慢就撤心，觉得说好像。他出了事以后，国昌好像也没有跟他特别 close， 甚至柯文哲也没见他，所以过去的这个馆长跟就是馆长跟黄国昌的这一组，现在慢慢的衰落的时候，我觉得阿北选在这个时候跟黄国昌，不管是直播开影片，其实都是在看一件事情。我看你可以在动我我等你看。人家合体在一起，然后你的解读是这个样？没有，我就是我完全同意啊，真的，不然阿北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出来？阿北你就不要出来啊！既然已经有一个皇帝。主席在那边了，其实你太上皇，你就是好好的身居后宫，你干嘛出来？你为什么要出来？你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去比比看，然后让这些粉丝们、去小草们去想想看，到底谁才适合领导这个党嘛？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今天对啊，大家就看那谁比较抢镜头，谁讲的比较好，或者什么，我不知道。那总是人家2个太阳在一起，但是对黄章主义来讲，伟航。那要讲这里面应该你最熟嘛，以前的战友，OK 是。那对黄章来讲的话，包括他自己要不要面对到狗仔们的问题，看起来并没有太让他烦心。因为我常讲，只要当事人面对到司法的一些问题，凭良心讲，你要能不烦心的人真的不多。好，但是看起来他还要游刃有余的处理其他，包括党务。虽然大家在讨论那个李友仪的事情，怎么会这样这些，他同时还要去演讲。大家讲说，包括正黄会不是才举行完没多久嘛，国民党，而且接下来蓝白合是一定是往下走的主轴，所以这时候大家有在看2党之间到底合作，甚或讲一句话都在问，譬如说才刚讲说民众党要提名中常会，然后要选宜兰，这时候还要再加一句话他们有先打电话给国民党的主发会主委李哲华，意思就是你们不要见缝插针。可是黄国昌在演讲的时候，他当然有他的讲。国民党以前犯的错，他不会帮他讲话；国民党亲中，他也不会帮他讲话。所有这些他都不会讲。普丁是不是独裁者？当着学生面，当然是啊。这些对郑丽文来讲听到，不是大哥，那你这样也不要当面打我的脸啊。这个刚刚武哥说黄国昌游刃有余，但我觉得他还蛮匆匆忙忙的，就是这个一直都有事情要处理啊。这个一下是李友仪，退党这件事情，真的。确实是有冲击了，我们去问了白营内部哈。这个一下是李友仪，退党这件事情，真的确实是有冲击了，我们去问了白营内部哈。这个本来还没那么多人出来放话，最近从礼拜1开始到现在，放话的真的蛮多的。真的影响到了吗？我们都收到了蛮多各式各样的消息啊，就是各地都有人觉得自己是李友仪，这个就是他现在身上的一个包啊。那当然甚至远在台中嘛，台中有一个选区有4个人竞争1席提名其中也有就有人出来讲黄国昌都关爱他那一个。没有被列为金钗，但人家说黄国昌都特别关爱那个，所以外敌甚多，内敌也不少，黄国昌现在自私一焚就是怎么办呢？一下解决一个问题，又产生新的问题。然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这个在东吴的这一场演讲，由学生会邀请政治系的系学会那系学会他们当然就是还有换场地啦因为参加者众嘛不过现场还是保持的就是这个没有所谓的直播啦什么那有提供
这个提问的机会，回答2题啊，因为黄国昌都讲非常的长。那在这个问题的部分呢，就带到了普丁是不是独裁者啊？那黄国昌呢当然是独裁者啦，哈。据说现场反应非常热烈，大家就是要看这种翻脸的大场面，就至少说法跟郑丽文不一样，不然来干嘛呢？那当然，他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他真的也许是曾经穿过草鞋啦，当然我不太确定到底是哪一个人生阶段在穿草鞋，但是。即便是他还在时代力量的时候，他发给我们，就我要强调是他发给我们，就是说他曾经非常辛苦，爸爸经营生意失败啦，在北海岸有一个飞碟屋啊，就是过去啊，大家在北海岸会看到那是他爸投资失败的一部分啊，什么巴拉巴拉，我们还一度以为他真的很惨，住在汐止山边的一个小破屋的那种感觉啊，没事还种个菜我要强调这都是他发给我们的稿子哈，我们就照样把它讲出去，因为我们也不太可能跑到汐止山上去看嘛。好，但重点来了。在很多人心中，他的确是曾经穿过草鞋的，所以愿意出力出钱支持他。那现在马上就碰到一个权势上的问题，好像现在越来越不草鞋了。在这个演讲过后，第2天就被爆出这个像今天的这个住在豪宅、租在豪宅，管理费就1万多哈。那这样的事情会对他有杀伤力，一定有杀伤力。所以我觉得他选择这个心中的草鞋也很妙了，不是实质穿草鞋啊。就是虽然穿皮鞋，但我心中还有草鞋，还是很原始、很淳朴。在很早以前，其实我就有看到他们进出都是开黑头的漂亮的黑色轿车。对。但是我想说反正赢爆赢到期嘛，所以也就觉得还好啦。对，那时候我还觉得是那时候我还相信国昌是穿草鞋。不是，可是对于黄国昌来讲，各位他也是奋斗了这么多年，你难道真的要他现在每天还穿个草鞋给你看？一代就大大，那个就依照中研院助理研究员应该是比较困难就是这可能不是那种等级的车啦但是如果有比较良好的婚姻关系的话是可以的。OK，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建商女婿嘛，对，都在卖房子的。对我们再回到这个演讲啊，这个演讲里面大家。要注意，他讲了那么多草鞋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没有，大家只注意到国民党做的那些事情啊，国民党自己对要去处理啦。他也说，为什么我要跟国民党合作他给我5天假嘛，我一直要的那5天假，国民党给我嘛，管他叫光复节还是什么嘛反正国民党就是给我了。好。他做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他准备好的，所以他讲的非常长，讲很长的时间，把其他问问题的时间机会都盖掉了，甚至盖掉草鞋，连草鞋都不见了。我们大家都很期盼拉尼的草鞋到底哪里去了那显然草鞋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大家真正关切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第一个，你现在所站的这个政治位置，其实搞不好连柯文哲都很关切就是对柯文哲来讲，我的路线是骂蓝也骂绿，跟蓝签合约随时不算，跟绿随时翻脸，这柯文哲的路线。但你黄国昌差点把整个党带过去。那柯文哲要注意柯文哲 IG， 我们刚才来讲到这个晚上直播，柯文哲 IG 最近的前2个都是跟黄国昌在一起，位置都一样。黄国昌在画面的左边柯文哲在画面的右边，一样都是所谓2个太阳论的这种延伸。为什么要营造2个太阳论？本来这是个禁语嘛。可是后来在黄国昌赴日之前，2个太阳论突然可以提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管黄国昌到底还有没有草鞋，我们就问了黄国昌的心中，柯文哲现在是一个什么位置？柯文哲是真正的精神的领袖，会指出接下来的路吗？我们要注意现在的这时间点，12月初，接下来12月中会发生什么事？柯文哲的言辞辩论，就是他要直播那一个，那是柯文哲自己设定的大秀，好，再来12月13还会有一件事。高虹安案2审判决，那也是民众党很重要的转折，就是包括这个市长的布局接下来我们后续新竹怎么走？柯文哲翻身出来，也当然就讲说柯文哲到底还有没有政治能量，他会不会再次跳出来？他抓的时间点应该就是12月中，在这之前，柯文哲什么点兵点将整理战线。现在民众党内还有多少人是我的人？有多少人听我的话？提名能不能以我的意见为准？因为拜托就是这一次李友仪事件，就很多人跑来拜托说，你们一定要讲原来他们8、9月就要提了，要不是柯文哲9月8号出来黄国昌就提满一片了，就是因为柯文哲出来之后，突然就选策会又把一切又往后拉，然后他们的初选很奇怪，就其他政党都不是这样，
他们会每一个选区去定一个报名日期，然后才报名，然后才出去。其他政党都是定一个全国报名日期，然后你就在这个日期报啊。他是每一个选区由选策会决定，好，你可以开始报名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制度？所以柯文哲如果在12月中回来，他会开始掌握一切媒体的核心的影响力。那我们就要问黄国昌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当然大家直觉会觉得应该是立法院，但是我们最近有创下一个中华民国宪政上的新历史，自行宪以来第一次有总预算到12月都还没有复位。去年11月8号已经是史上最慢，今年是12月初都还没有复，铁定审不完。铁定审不完的意思就是你要么就1月31号加速，不然就要进到2月。我们就问2月的时候，立院还有黄国昌。这会对民众党带来什么冲击？这是不是柯文哲担心的点？我觉得这都是后续民众党内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不知道，舒培跟淑慧两个人在看到对淑慧来讲，白营未来会是你们合作的一个政党嘛？所以你会是怎么样看待白营里面出现不管李友仪啦，或是这些相关一些问题，或未来的合作是以柯文哲讲的为主，还是以包括黄昌讲的为主？对淑培你们来讲的话，你会怎么样看李友仪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黄国昌这些演讲啦或什么他不喜欢直播？是啊，柯文哲超喜欢直播，他连法庭这次直播，连法官裁定说不直播，他还要抗告。有人解读是说，柯文哲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所有他的支持者知道他有多坦荡。他是要透过所有的直播让你知道，然后你看，我想直播，我这么坦荡的要把我的所有的过程、心路历程讲给全国老百姓听，你们还不让我讲，那一定都是你们，反正又司法不公，不管了，反正你们就是不让我讲。可是黄国昌就不喜欢直播，那当然今天晚上他们就一定要直播嘛，因为柯文哲要直播。所以他为什么这么不喜欢直播？所以你不觉得很讽刺吗？柯文哲这么爱直播，连今天晚上他都要直播，然后黄国昌才在昨天的演讲完全不直播，甚至连照片都不准释出。所以你不觉得今天晚上的直播根本就柯文哲在打黄国昌脸，好不好？我这公开透明是我讲的，都是我在做。你黄国昌给你当主席之后，现在连对大学生的演讲都要偷偷摸摸，打的就是黄国昌的脸啊！所以2颗太阳。今天晚上就要证实说谁才是民众党说的算的那一个人嘛？比如说像居住正义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讽刺民众党到现在只有2个党主席，民众党这个2个党主席陆续拎包入住大安区的豪宅，柯文哲现在住在信义区的信义路的豪宅。对不对？这个义山大哥还教他怎么去借钱，怎样，把所有的贷款全部还光光，对不对？然后现在还可以用4300万现金买3办，对不对？然后续任的党主席原本住在汐止，现在住在这个仁爱路的这个豪宅。你知道这个仁爱路的豪宅啊，它大概是1974年就已经盖好，可是你看它的一手啊非常少。对，为什么？因为它是非常顶级的豪宅，它的这个房子盖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卖的人非常非常的少。你可以入住在这里面，其实是非常难。你连租得到，我都觉得我很佩服你。你怎么可以住在这里面？我讲真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他住这一栋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的邻居啊，我说：你知道黄国昌是你的邻居吗？一讲坏邻居，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老豪宅，对他们就是非常低调的住在这里面。结果现在因为黄国昌的关系，大家开始讨论他们那一栋楼，气死了，好不好？那个房租啊11万，然后现在这个管理费有人说7000，有人说13000，一个月13000，那个总共加起来是黄国昌现在立委薪水的2/3，谁会拿自己的薪水的2/3去租那个房子？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那比如说建商女婿买都买得起，对啊，自己就在卖房子的这种小事情，你就不要把居住正义拿来挂在你的嘴巴上嘛，你不要双标嘛，大家就不会讲了嘛。黄国昌呢，过去他的皮鞋不要再穿草鞋，是嘛？然后你昨天去演讲还说什么心中的草鞋，我就有一个很好奇，你应该是心中的冲田，你为什么在讲草鞋？看到草还可以募款继续割吗？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就觉得很讽刺，而且再一次证实这个民众党就双标，房地产投资。这个你听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4300万的 cash。我们也是可以努力，好不好？我是觉得讨论黄国昌租哪里是有一点点仇富啦。
如果有房地产的人都不能支持居住正义或谈居住正义的话，好，台湾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中央部会首长都不可以再处理居住正义这样的政策了那如果要讲民进党有多少政务官住的都是几千万的豪宅真的要去看这个财产申报的话我之前很无聊去看这个财产申报最新一期的，我还看到一个不知道主机出来是哪里的哇，它光是现金存款现金 cash 的存款就6000多万了我还看到一个不知道主机出来是哪里的哇，它光是现金存款现金 cash 的存款就6000多万了我就觉得惊呆了再更不要说房地产无数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支持居住正义，跟你租哪里，何况他是租或住哪里只要他财产没有来源不明、来源不正我觉得都不要去用太假道德或是仇富的标准。我们用的是民众党的标准。好，我们讲到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是蓝白合这件事现在我们的窗口是谁现在对口窗口当然还是黄国昌主席，但我知道民众党自己其实是有一点点焦虑的因为黄国昌主席他明年2月可能就没有立委的身份，然后明年年底他的立委，他的党主席的任期就到了，所以未来的民众党到底是黄国昌在续任在经过正式的改选再续任一任党主席，或者是柯主席回锅来那这个当然对民众来说，他们现在任何一个政党都会，他现在开始想，我要开始再继续追随这个柯主席的路，还是开始追随这个黄国昌主席的路？那他们两个在民众党内是不是各自要培养自己的人马，我们不知道。那李友仪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罗生门我跟李友仪有，他跟你们政党的操作，一般操作的手法，会不会觉得怪？我觉得是有一点怪啦如果在像国民两党算是大党，对我们算是有人才培育，人才也够多，选将也够多。即便是这样，我们在一个艰困选区，好不容易有一个立委候选人，上一次也选得不差。这3年他也继续在基层经营，然后也有上媒体，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政党来说，就是一颗妥妥的好苗子嘛，而且是养得活的苗子嘛所以我们一定会去尊重他优先参选的意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是新北其实有10几个选区，11个吧平地选区有11个，可是新北民众党的市议员候选人选将似乎没有这么多所以其实协调一下一个选区一个人应该是没有这么难啦没有必要这样挤硬把一个人挤掉可是你说友仪是被挤掉的吗？其实我后来遇到一些民众党的市议员，他们说他们也有跟友仪联系，说需不需要我们帮你声援什么，友仪又说不用谢谢所以友仪自己也没有出来去抱怨或是炮轰党中央。你知道这在政治人物来说如果你真的有被欺负被戳汤圆的话，当下你就算没有说什么，事后一定会找一些媒体，或是找一些党内亲近的人，或是什么，就是会把一些话抱怨的话放出来放风放出来。可是至今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变成说我们帮忙揣测的故事太多了会不会就是他真的单纯就是不玩了？我不知道，但我必须要说啦，我不相信他只赢那个州什么27%，我不相信。你觉得更多？当然，我要讲2022年我第2任连任我们党内的民调，我跟李彦秀回国嘛，大家知道我输他多少吗？我输他100%。1倍啊，他赢你1倍啊！我8%，他16%。因为议员的选举大概就是这种个位数，或者是10-20%而已。因为多席是这样子分。第一个多席是，第二个你想想看嘛，那个黄国昌或者是刘和然才20-30而已。那为什么我们议员会有到20-30？对，所以我们10几已经算了不起了那所以你基数少，你就是差距会很大嘛所以我绝对相信这个李友仪的民调是高过那个州什么的 N 倍，N 倍，绝对不是什么27%，对27%、0.27这种的所以而且我绝对相信根本还没有人会花钱在市议员单一选区的民调上尤其是这个初选还没有展开所以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罗生门，然后李友仪又退得非常干净，甚至非常决绝。你要念书不用退党是吗？对，对 OK， 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今天有针对李友仪的事情问过我们这个在地的议员，我说李友仪到底他在三芦地区，我说到底李友仪跑的状况怎样啊？他们说啊，李友仪其实跟周小云在前一阵子2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跑。但是因为李友仪这个上一次立委选举的时候就跟大家认识，所以大家跟他比较熟，所以就会有多一点的聊天。那李友仪就说其实李友仪表态出来就是说他一定会选，因为他帮在上一次的这个立委选举里面代表蓝白提名他礼让他拿到8万多票这一件事情，其实他觉得他。再加上他选完之后的努力经营，他觉得他就是一定会选，那他也觉得他民调上面一定会赢周小云。那突然呢，这一阵子大约在一个多月前，突然这2个人都没有跑行程了，全部突然都没有跑行程了。然后没有跑行程之后，周小云突然的那个看板就出来了，就是这个黄国昌跟周小云关在一起，然后后来这个李友仪就传出来说他要这个。退出政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到底民众党党内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让人可以做文章的。那刚刚我同意啦，我就是说淑慧认为说没有人那么早可以要去帮这个议员做民调啦，这个以周小云的这个民调应该会比李友仪输很多等等等，我都同意。但如果这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明玉姐昨天讲出来的嘛，她得到的消息是说。李友仪的民调其实赢过周小云27%，然后这一件事情也引起了非常多的哗然，但是民众党出来否认嘛，周小云也出来说没有这份民调嘛，都没呢，都没有呢，那代表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你知道吗？这件事情里面，李友仪跟周小云，如果李友仪受到委屈，那就是周小云亲门打后刚欺污嘛。那如果周小云真的没有这件事情，周小云说没有，这个都是假的，我们根本都没有做民调。但周小云有出来讲吗？没有，所以显然这一件事情就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我要讲为什么你觉得周小云一定会赢？你知道上一次啊？2022年三芦民众党有没有提名人？有提名一个叫做陈俊霖的，他拿到多少票？拿到14000多票，没有当选。所以不是民众党的基本盘就如上一次8万票这么的多所以你明年选举黄国昌真的认为我自己这样子这个平地一声雷就提出一个人来就理所当然吗？就一定会当选吗？然后大家就会讲说，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已经栽培好，而且有经过一次大选，有全选区的知名度的人不要，到底为什么？就有一个讲法嘛，就是说，因为李友仪其实在民众党里面是所谓的财务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但是黄国昌担任上主席的时候，这个钱的运用啊，其实好像就有一点问题。就是说这个之前新 ET Today 也有报道嘛，说。这个蓝白政党的政治现金的会计报告书嘛，跟前一年总统大选里面相比啊，这个大部分啊蓝绿的政党啊，都撙节支出，花费都只有总统选举那一年的一半，结果民众党呢反而多花了2000万。这个黄国昌担任党主席的时候的人事开销比总统选举那一年还要多，然后是蓝营的5倍，绿营的2倍，那是不是就有人讲说李友仪之所以没有办法得到黄国昌的喜爱，就是因为他担任这个财务监督委员会的委员，而且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曾经对于这样的支出提出质疑，所以李友仪才不受到黄国昌的喜爱。就算是他民调比这个所谓的周小云高出27%，他还是不被提名最重要的原因。OK， 我想要补充一下李友仪。大家一直讲他得了84000票，但你没有去分析前面2届的选举。李友仪所挑战的那一区三芦区，是国民党自己都不敢下去选的那个超级艰困选区，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是泸州的妈祖婆林淑芬。你看这120年是已经服务到惊死人。我跟大家报告，在前2届，2016年的时候，国民党派陈明义下去选，拿了56000票。2020年的时候，国民党派一个议员黄桂兰下去选，拿了77000票。到了这一次派李友仪下去选，
拿了84000票，李友仪是唯一把林淑芬的得票打在60%以下的。不然其他都是拿几趴，轻轻松松。所以凭良心讲，李友仪这一次选的虽然是选输，但是相较于前面2次国民党自己派他们的大将出来的话，议员哦，人家是现任议员选哦，李友仪都选得比他们好，所以你没有任何的道理。而且李友仪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讲，他选完以后，田老三卢都讲，跑得很轻。李友仪是唯一把林淑芬的得票打在60%以下的，不然其他都是拿几趴，轻轻松松。所以凭良心讲，李友仪这一次选的虽然是选输，但是相较于前面2次国民党自己派他们的大将出来的话，议员哦，人家是现任议员选哦，李友仪都选得比他们好，所以你没有任何的道理。而且李友仪他并没有放弃，他自己讲，他选完以后，田老三卢都讲，跑得很轻。他脸书也说他要继续选，对他一直很拼的在那边跑，所以没有任何的动机说哦，李友仪我就不想选或者怎么样。结果你知道，就这张照片嘛，大概看，你是主席耶，大哥可以这样子哦。民进党都不敢这样玩的，你等下那几顿坑在家，所以人会切心啊嘛。然后而且最后再讲一件事情，你搞清楚，你们这些民众党的不分区，你们有今天吗？是靠谁？你们上一次在选2024的时候，全国也就只有2个地方有了区域立委下去打了，一个就是台中的蔡壁如，挑战的也是最艰困选区，哦，对副院长蔡其昌，另外的是我讲的李友仪，挑战的是罗州的马祖伯，2个这样子为党在打基层的，你要知道不分区的票是空气票。OK， 如果你没有这些区域的这边努力的话，你票是从哪里来？结果人家那边毛起来帮你打以后。结果你们现在这边后面坐享其成，吃香喝辣，然后这些为党奉献的这些元老或者这些战将，就把等下那拍拍屁股就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伤的，平常我们是外人，我们当然就酸来酸去，可是我不相信那些小草看在眼里，他们能接受这件事。不过当然，你说李友仪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些选择，不是单纯在聚焦在他身上，而是民众党毕竟国内第3大政党，然后跟国民党未来的合作，在立法院是无坚不摧。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在未来呢，他们的制度上对国内政坛会有什么影响？至于说有没有因为财务上或什么，这个需要有证据，然后去证明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可是好，如果讲说那个选区民进党有多强，前几次的票大概还没有办法彰显。2008年，各位还记得吗？民进党全国只剩27席，浊水溪以北。只剩2席，其中1席就是林淑芬跟于天，就是三重跟芦洲，对，就这2区，好吗？浊水溪以北，民进党几乎寸草不生，只剩2席，就是这2区 ，OK。所以你说那到底在那个地方，对国民党来讲，对蓝白之间的合作，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次？可是这件事情未来会怎么发酵，这是一个，包括柯文哲跟黄昌合体会不会谈到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杨明是柯文哲为什么一定要抗告？为什么一定要抗告这件事情？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都要包装在一起。他一定有他内心的一个想法。第一个，他要去申请法庭直播，这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一种叫诉讼策略，一种叫政治策略。就是他是把他的司法案件已经定调为所谓的政治案件。那既然是政治案件，当然就政治解决。什么叫政治解决？就是大家来，我的支持者一起来看，看看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怎么样。我相信，因为没有潜力啦，因为这个这个所谓法庭直播的法源也是新的，对，所以呢，他既然如果今天我们讲民众党在力推这个法庭直播的过程里面，柯文哲变成适用这个新法的第一枪，当然你要知道。我们的司法院其实它是这个虽然有法庭直播的这个法源，但它里面的一些细节的办法，它是把它弄得很复杂，而且基本上不太能直播了。所以以这一次像这一次这个法官他没有说，他不是全部否定他是说可以播但是公开播送仅限于我。这个一审判决之后，我再把影片放上去，就是可以录影我到时候这个影片可以放上去，但是不能直播那这就是变成柯文哲他要去那个抗议的部分。为什么他要抗告？因为很简单啊，我要直播就是因为我要在那个时候对法院施以群众压力嘛。如果都判完才拿出来公开播放，那有什么用？我的诉求就已经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而且其实说穿了，大部分的你要说大部分的案件通常不愿意直播了为什么？因为
通常律师都会觉得说，我们在里面攻防这些东西不需要拿出去给大家看。那某种程度，柯文哲想要展现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清白很有自信呐，他想要展现的是这一块，所以他的意思说，我清清白白，为什么不能直播？好，这就回到所谓民众党为什么这一年都在说帮阿北站清白嘛。那如果今天你连直播都不敢，你凭什么说你是清白的？他的论述就会回到这一块。OK，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方法。如果今天法官把你这个驳回之后，或者说裁定要一审判决后才能公开，我没有提出抗告。那我没有穷尽一切努力去寻求，你还可以努力，你不努力，对，表示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信心，表示你就作秀所以我必须要提一个抗告，这打到我没有无话可说为止。我想这个就叫诉讼策略。可是如果每一次你要问这些问题的话呢，包括你要问黄昌，就好像我在节目如果要问到国民党一些事情，如果将军在，我大概就问一下，因为将军毕竟从国民党出来。那总是知道一些，我会这样问，所以每一次如果要问到黄昌主席的话，我就会问伟航，因为共事过嘛。我想有人把这一次的这件事情形容说，有当初时代力量的既视感，就是好像怎么当时也会有这样，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吗？其实我觉得层级有点不同，过去时代力量在议员层级其实是不会有这种矛盾冲突了，议员层级其实都找不到人，所以就一区一人就是很简单。OK。当时会有问题的绝大多数都是立委，都是立委的层级，就是黄国昌可能会要某些人你就退选啦，不然我党的资源就不会给你啦。那是因为他自己心有所属吗？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已经跟人家谈好了所以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会有点个人意见膨胀，都是我这边的利益大于你个人的利益。那这样子也造成林昶佐啦，造成洪慈庸的退党。在议员的层级呢，换个角度来说。黄国昌对于议员的角度，他就是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子弟兵，都是我的子弟兵。那当然啦，就是这个，实际上很多人说有的是昌派，有的不是昌派。但我的解读是因为我接过黄国昌的电话，他的电话里面痛骂一位现在还是议员的就是他也没有，我过去募款的时候也没有少给过他钱啊，他现在为什么出来反对我？就是骂得很类似这样录音的啦我是亲耳听到他这样讲，所以黄国昌会很在意，就是说。我个人有一些恩惠给你，你必须要感恩我。但是这一次的状况，我觉得他这边处理的是会不会太忙粗糙了？因为李友仪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立刻就去问周小云是谁，为什么会黄国昌会要刻意培养他，是不是真的非常优秀？所以我就去问了几个民众党人，好几个讯息回来之后，拼凑出一个图谱，就是说周小云原来选金门，金门没有空间，因为他们那一边。因为我们选办法有修嘛，有排列条款嘛，很多人要向下来去选议员，议员的这个层级，那就请周小云就离开了，你去台湾了就不要留在金门，金门没有位置。其实周小云回来台湾的时候，还一度没有动插他去插在中央党中央，然后后来突然嘣跑到三卢，这时候就有一个民众党跟我说，李友仪在周小云一去三卢就立刻打电话去问到底怎么一回事，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这跟我们认识的黄国昌就很像，当有时候你的问题可能他觉得可能会伤到他就开始去接电话，所有信息都不回。我怀疑，其实也不是怀疑，光琪姐都讲了，就是是不是有冷暴力？就是本来双方沟通愉快，有一天李友仪突然就没有办法沟通了，那会不会在一路新来，最后看到你挂砍棒，那他就离开？这个大砍棒的杀伤力真的很大杀的是谁呢？杀的是小草，到现在还有很多小草的抱怨，为什么要合挂？黄国昌为什么要给他合挂？而且同样的讯息立刻丢出来，这个就是我在礼拜一人家就丢给我。周小云大概是2年前他去参加海峡论坛的，当时民众党是有派团，后来去年张凯军的团那个时候就出状况，民众党就觉得不能再去了。到了今年张凯军还是去，就闹得非常难看。周小云就是那个时候还在金门，所以他就有去海峡论坛。好，这种事情金门的人我们怎么不是金门人我们怎么会知道？但是礼拜一我们立刻就拿到，人家就立刻就赶快，我那姐可能会被砍掉。你把它拿到台北来讲，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原来是那一挂的，就是会去跑这个就是比较红彤彤的那一挂。那我们马上问黄国昌，你为什么会要这个人？你不知道这件事吗？张凯军相关的人呢？你们后来的党中央这么努力把张海军挡出去，那这一个人为什么你们这么样的重用？
所以这牵涉到一个问题，就黄国昌看起来好像胸有成竹，他推了很多人，好像这是我的子弟兵，但他真的了解这些子弟兵吗？我觉得在接下来这个问号可能放大，变成黄国昌真正的麻烦。好，那问黄昌主席要请教伟航，如果要问柯文哲，来一下，是，请问一下，最近陈佩琪的发文啦，比以前要多很多。是，从柯文哲吃什么啦，胖几斤啦，然后所有这些全部都在讲，然后甚或直指赖清德，然后甚或骂到说，对，很多这一类。然后柯文哲这一次的直播，当然刚才杨明有讲说，觉得这是民众党打响2026选战的，等于算是一个冲锋号开始。可是对柯文哲自己来讲，有很多人形容这是他正式满血强势复出的算是第一番作品吗？对，我觉得包含今天黄国昌跟柯文哲的直播都在铺陈这件事情嘛。即使他的抗告失败，那5天后他还是有公开的影像啊。那公开影像，这些所有的公开影像，包含在庭上里面最重要的演说，柯文哲的辩护，这些相关的东西，他都可以四处透过剪的短影片去诠释所谓的柯文哲或者是小草清清白白的观点嘛。这是柯文哲在最后所谓的一审判决之前最后的反扑嘛。而这个反扑不只是在法院上面的判决的反扑，更是在政治上的反扑牌，我就是清清白白，而柯文哲清清白白，那法院的一审判决出来，如果判得重了，柯文哲满血回归；如果后来判得轻了，或者说判得跟原本的预期有没有讲白一点，就是有没有所谓的违背职务受贿罪这一条嘛？如果没有违背职务受贿罪这一条，那柯文哲更是满血回归了嘛？他正式可以直指我2028年可以选中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司法里面的攻防1审到2审，2审到3审，3审又退回来打2审啊，大概10年啦。这10年里面，我维持了一审判决，我经营出来的社会氛围。那我在政治上，我对于柯文哲来讲就是最有利的地方嘛。但是我来讲，为什么他会跟黄国昌开直播？他还是认为黄国昌你继续做这个主席，你继续做你的提名。当然我会协调一些人，有人来跟我抱怨，柯文哲是会去处理的。但是重点是黄国昌你代表了民众党，因为柯文哲不止民众党啊。我直接讲，柯文哲大于民众党，民众党大于黄国昌嘛。所有民众党的小鸡不会希望黄国昌辅选啊，会希望柯文哲辅选，而不只是民众党。国民党的人就知道了，除了游淑慧、钟小平以外啦，所有国民党的人都认为。柯文哲帮我辅选是加分嘛，对不对？游淑慧不敢讲说你要柯文哲辅选，你干嘛点名淑慧啊？我从来都议员不需要啦，议员不需要，真的。他们认为黄国昌没办法帮国民党议员加分，但是认为柯文哲会哦，他们会用柯文哲遭受司法破坏这一条来增加小草的同情感，来吸收小草的票嘛。所以包含国民党，甚至是无党籍。别忘记了，李友仪我最大的判断，他就是用无党籍来参选，而用无党籍参选，包含很多中南部啊，他们的票啊，说真的，自己就有一定的组织票源的基础，所以不一定要依赖政党。但是如果柯文哲连结这些无党籍，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减少很多的宣传费用的话，这些无党籍的连结都是柯文哲打定的对象。而这样子，对于2026年，对于所有议员，包含县市长的辅选一下来之后，那2028年如果他在一审没有被判10年以上的相关的刑期的话，那他是不是会直指挑战2028年？而这就是柯文哲打的算盘，他的认定的标准，他直攻的对象不是2026，而是2028。那淑慧，有3个人在这2天之间的一些发言。第一个，川博看起来那个发言就是要选嘛，对不对？而且说蓝白2阶段的初选啦，这些好，这看起来就只是什么时候再正式一点而已，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第二个。卢秀燕市长接受媒体的一些专访，里面也谈到了，包括也争辩了赖清德总统的一些的国政的东西，甚或他也讲蓝白非合作不可。那这样的一段，有人讲说也是在帮2028，等于算是做了第一道宣誓了吗？算是卢秀燕市长在告诉大家，他就是要去进驻2028吗？可以这样吗？第3个。郑丽文主席从当选11月1号一直到现在，很多的一些争议讨论，包括很多的民调，他是不是立场是极统啦，类似很多这样一些，他的发言在你的观察里面有改变了吗？为了选战？
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川博。当然，川博过去都比较保守哦，但随着我觉得就是农历年啊，因为我们之前预判就是他会把辉达签约完这件事情哦，当做他起跑的开始啊。那这也是他负责任的态度。他之前为什么会说他希望在农历年前就把辉达正式签约？那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建议他说你不宜再慢了哈，再慢那个苏巧慧一直在跑，而且苏巧慧跑得非常勤啊。我昨天就说嘛，我甚至在戏子的山上都看到他。大家知道苏巧慧的选区是在树林嘛，对不对？树林跟戏子，你知道天差地远哦，所以天南地北哦，所以代表苏巧慧其实是非常认真在跑。那川博他当然过去在新北有经营很久了哈，可是你也不能够一直只在专注在台北哦。那农历年哈，或者是说2月到4月这个台北市议会休会期间，会是一个say goodbye 的好时候啦。好，这是第一个哦。那他也宣示说他愿意参加初选，不管是党内或是跟民众党的初选啊，这就是一种蓝白合很好的态度嘛。之前黄国昌也说他愿意跟国民党整合，这就是一个蓝白合，两个人都已经宣示这个态度了哦。那至于说卢市长哈，我这次看到他的这个专访哈，我是蛮讶异的啊，因为大家知道过去卢市长这7年多来一直保持着尽量不谈政治，只谈市政。这就是一个蓝白合，两个人都已经宣示这个态度了哦。那至于说卢市长哈，我这次看到他的这个专访哈，我是蛮讶异的因为大家知道过去卢市长这7年多来一直保持着尽量不谈政治，只谈市政啊。那这种专访一定是他主动抛出的，要不然的话，媒体不会一天到晚三天两头问他说你要不要专访，你要不要专访嘛哈，一定是他的幕僚主动去抛出说，市长愿意接受专访，然后也一定是他跟这个专访的这个媒体 rehearsal 过，说市长愿意谈政治议题，不是谈市政不是谈厨余过后台中要怎么样去处理不是，就是谈政治议题，谈到2028，谈到蓝白这一些的当然给外界很多遐想，就是卢市长在市长的倒数最后1年，是不是要开始表态他的企图心那这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去这个侯友宜市长就是被认为表态的太慢了一直到征召之前他就是一直说这个呵做代志，呵做代志，呵做代志然后那个民调就越说越低，越说越低就是你知道政治人物有时候已经不流行古时候那一种爱爱妹妹，等人家把你抬上轿嘛，你要自己去展现自己的企图心所以我不管他是不是已经要展现2028我觉得国民党里面的重要政治人物要适当的去谈一些政治话题，我觉得是好的。那再来蓝白合的态度，从2026或者是2028，这个是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有同样一个基调这个郑丽文主席也是这样谈的，卢市长也是这样谈，基本上没有不同的基调了。OK， 那郑丽文主席的发言有改变吗？我觉得他有在修正你觉得有修正？我觉得有修正譬如说这一次秋斗的时候这个主持人这个郑老师他喊得太激进了什么邻军购或者什么，然后大家也有注意到这个郑主席就没有跟着喊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他当了党主席以后，他的谈话他越来越慎重然后我觉得他有开始去修正自己的角色，因为毕竟过去他的角色是明代或名嘴，那现在他的角色是母鸡跟党主席，我觉得这是好的修正。OK， 对。来，苏佩2个，第一个，你有看到这次卢秀燕市长专访，直指，然后争辩赖清德总统在国政方面啦，什么这些，民党执政10年够了，第4次政党轮替，那他们希望看到第4次政党轮替。然后刚才讲到说，如果要讲就打2028，那这就是2028，大家会讨论嘛。而这一仗，照刚才淑慧的角度来看，觉得郑丽文主席从当选以后到现在，他以这次的秋斗，有人是拿这次秋斗比上次的秋季过程当中，似乎行为举止跟言谈之中有做修正。有人说是因为体会到2026、2028如果再照原来那样下去，真的不行。可是他们一定会打出来的战争与和平，你们怎么会？
我先回应一下啦，这个卢秀燕市长这一次在接受联合报的专访，确实跟他过去很不一样。他对于这个政治议题不表态，但在这个党主席选举完之后，居然主动的接受媒体的专访，然后去定调说什么所谓的第4次的什么政党这个要换党这样子的议题，代表说卢秀燕确实要去讨论明年卸任之后他自己的立场。而在这个的专访里面，其实他定调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曾丽文，你就是辅选的人，而我卢秀燕就是准备要选举的人不要再因为那个非洲猪瘟的事情把我忘掉了他其实要强调这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韩国瑜这个磨刀霍霍，今天也公布出来他的这个所谓的明年度的这个月历啊，要开始这个来告诉这个来年的欢迎来抢，欢迎来抢。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党内自己的竞争啦。第二个就是说，郑丽文主席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包含中国帮他辅选的议题。赵少康赵大哥出来这个炮轰他，还有他选上之后去拜共谍的事情，然后包含他的副主席对于中国的关系都非常非常亲近这一件事情，大家质疑他红统的立场这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民进党或者是中间选民对他的质疑，连国民党自己有没有质疑？有啊，光他们中央委员党主席提名的部分，国民党有多少的中央委员拒绝去担任啊？包含我选区的赖世宝委员，这够资深了吧？然后他的选区够蓝了吧？然后去挺这些所谓的比较所谓的国民党传统过去的价值，应该是会很多的支持的一个选区的立法委员都拒绝，代表郑丽文的这一些主张，其实对于国民党党内的人会不会担心？会吗？大家不想要去帮你背书，帮你这个收你这一些利，你的党主席的这一些主张，我不想要现在就帮你背书。如果我让你提名了，等于我要帮你背书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内部其实是质疑的。至于他会不会修正，为了2026年或者2028年修正，我觉得就再看吧。如果连国民党党内都要看，我们这个局外人怎么可能去帮忙评论这一件事情但我要讲的是蓝白合这一件事啦这个李世川川博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其实他针对于这个蓝白合其实释出非常多的善意就是说就算是我现在民调最高，我还是这个愿意跟所谓的民众党跟这个我的党内进行2阶段的选举，来提出最强的候选人。但是我们反观民众党有在意这一件事情吗？没有啊！你看黄国昌提出陈婉慧的时候是怎样？直接我就是征召陈婉慧。然后虽然他们现在讲说有啦，你们不要见缝插针啦，我们其实有跟国民党先讲过啦。但是如果有的话，吴宗宪委员的回应为什么奇奇怪怪？吴宗宪委员第一时间是我们满满的祝福跟尊重啦，没有谁是谁的小弟的问题啦，对不对？所以你看。光李世川跟这个陈婉慧还有吴宗宪的反应，其实你就知道，真正想要促成蓝白合的，应该会是像李世川这样子。我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得非常的保守对于蓝白合我们都是这个乐观其成，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但是。白银有在意这件事情吗？没有啊，我就先给你征召，给你难看啊，然后问到你吴宗宪的时候，你吴宗宪就会酸酸的反应。然后今天陈婉慧的回应是什么？陈婉慧的回应是说这个柯文哲有提出什么样的政见啊，要解决什么宜兰的医疗问题啦然后我自己跟蓝营的立委吴宗宪还有议长张胜德都有共识。我要讲的是。我们有知道国民党有一个张胜德要出来选吗？没有陈婉慧就被打脸之后，他就来讲说，我告诉你国民党里面不是只有你吴宗宪要选，还有张胜德所以这个整合不知道还要跟谁整合。不会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蓝白能不能合，还要看一下这个民众党的态度啦如果柯文哲回归之后。跟黄国昌就不会是一样的就如刚刚大家讲的，对于柯文哲来讲，没有绝对的合作，只要我能够得力，我随时见缝插针。刚刚就是满满的见缝插针一定啦，没缝怎么会插针？对呀，一定就有缝这个有没有缝？一定有缝。苏美的个性都是会硬插啦。没有，这个蓝白毕竟是不同的政党它有各自的主体性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
那如果对方有他自己提名的策略，我们本来就要尊重。就像是台北市，我也不会再去跟他进行什么初选啊，我就是蒋万安呐。就像在台中，我们也几乎就是江启臣啦。台南这个谢龙介，高雄柯志恩。有听到说国民党说，哎呀，台南我们也来整合一下，你们民众党有谁啊？好，高雄我们除了柯志恩，我们没有嘛？哈，这个新北是因为黄国昌已经表态很久了表态很久，甚至比川博更早表态。那你不能说人家表态这么久了，然后人家也一直说我愿意跟你整合，然后国民党说，哎，不好意思我就是不跟你整合那样对两个政党都没有好处所以两个政党本来就是这样有商有量，然后又互相尊重对方的主体性，合作本来就是这样。现在是合作又不是合一OK。所以我觉得不像苏培那样，你是哪里去听出来说吴宗宪酸酸的？你跟吴宗宪有多熟？你跟吴宗宪讲过话吗？所以我就说就像刚刚你说这个李友仪是因为这个黄国昌的财务问题，不好意思那个4000多万短缺的那一次是113年的会计报告书，那是柯文哲在当党主席的时候，不是短缺，柯文哲有代理，那个黄国昌有代理，不是短缺，是他的人事支出那一份会计政治线会计报告是113年，因为监察院公布的都是去年的，对，都是去年的啦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蓝白的合作一定还是会有争议在这个不可能每一个区域都是完全无缝这个本来就是因为我们是两个政党嘛我也希望是有区隔OK。本来就是本来就是要有区隔，有各自的主体性嘛就像市议员也是蓝白一定是各自派出最强的人去抢下最多的席次不存在说蓝跟白互相礼让，维持同样的席次，然后让民进党爽爽的维持原本的席次嘛。OK， 对。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次选战2028一定会讨论到两岸之间，包括意识形态的东西。但2026会不会因为郑丽文主席从当选一些发言，会提早发酵在这？来，一战是赖清德总统用台湾总统的身份在纽时，然后他讲了，当然对于老共的一些时间表的这些，他说我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你看到包括赖清德总统有讲到说，在前几天他有讲到说，会不会就跟香港一样，老共就希望所谓的爱国者治台，然后这时候蓝营的人就直接回说，没有，你赖清德根本就是害台湾的一个人。来，怎么回？对，这个昨天纽时有这个 Dear Book 的这个专访他们一个特别的专访邀请非常多的来宾，重点是其他人我也不认识，只认识一个叫做台湾总统赖清德而且他用台湾总统为名这也表示在川普宣布所谓的这个有台的相关的法案之后，这个马上纽时就跟进来访问这个赖清德总统，表示台美之间的官方往来未来会更加密切。这个正常化的往来是不是未来有可能推动所谓的双重承认的问题？这都是未来我们在外交上必须努力的方向至少目标设定掉，我们就要争取到双重承认。而美国的态度其实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双重承认来接近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一把所以赖清德总统也接受了《纽约时报》Dear Book 的这个专访，那里面提到最大的问题就当然是所谓的军购案的问题嘛，就是2027年所谓的攻台的这个说法，他的说法是这样子。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为什么要做最坏的打算？一直都说这个美国的相关智库2027年的攻台，其实相关智库都有提出报告，就是说2027年中共的武力是足以来攻打台湾的，可以跨过台湾海峡的。为什么呢？他们一年的国防预算将近8兆，而且每年以7-8的速度来做增长，等于是每年是6000亿的预算在做相关的增长那相对来讲，我们的1.25兆的这个国防预算，等于是每年才1600亿，是人家的1/4。我们现在的军费只不过是人家的1/10，未来以每年1/4的速度来追上这个中共。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最坏的打算嘛。我必须把这个最坏的2027年往后延后嘛，让你不敢打台湾嘛，这才是最好的准备。而且这些准备不只是钱的问题嘛，包含我们如何用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方式，买各种的无人载具的这个方式来做这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这都是相关于未来我们在国防采购上面必须要去注意的，尤其是台湾之盾用台湾这个飞弹的防御的方式
来抵抗中共的飞弹攻击嘛。这个东西未来我们希望国民党啊跟民众党可以把这个相关的预算送到立法院里面去做审议，不要把它在程序委员会就挡掉了。所有的预算要么采购什么武器，大家都可以讨论。如果不是利于台湾的，当然不要买；但是有利于台湾的，当然要鼓励。我们要跟美国来争取相关的采购哦。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未来在国会里面会看到蓝白绿攻防的非常重要的重点。那杨明直接请问一下，1.25兆的这件事情，当然是大家近期看到跟包括两岸之间，然后所有相关一些议题，蓝白跟绿之间各自的一些论述也都非常的一些清楚。那你也看到，似乎战争跟和平已经是在未来选战里面被定调出来了。这个论述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在未来选战，这个论述是对他们比较有利的吗？我想第一个就是当然，如果今天单纯谈国防的预算，我相信多数的台湾民众都不会反对。但是呢，你说国防预算到什么样的程度叫做合理？比如说，如果这1.25兆那这个像总统他有讲说有哪些领域无人机有什么样怎么样AI 什么这样好。可是呢，我们没有具体的标的，如果说到时候他可以讲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会想办法买到，比如说第5代的战机 ，OK， 更明确一点因为到这个 F-16V 还没交货的，都已经跟不上这个对岸的这个军力的这个新的世代了啦。那所以我觉得把它明确化。这第一个，第二个要明确保证它的交货的速度不会再像现在我们有这个非常大比例的这个已经交钱了，但是货都还没有来。这个状况，我觉得对多数的民众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就会画上一个问号。对在野党，它也变成攻击的力道会比较强。非常大比例的这个已经交钱了，但是货都还没有来。这个状况，我觉得对多数的民众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就会画上一个问号。对在野党，它也变成攻击的力道会比较强。那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我们这1.25兆，当然因为是8年，当然这个法源特别条例，到时候未来立法院通过才会来编这个特别预算。那怎么编？比如说你这8年是1年大概，比如说如果这个是不大2000亿不到那这样的一个规模会买到什么样的武器？有没有办法让至少在国会里面的沟通更多一点？所以现在国会在野党他们抛那个国情报告的用意，也许是希望赖总统去讲更多。OK，那这个部分我相信，目前看起来啦，如果最后又回到那个去年那个鬼打墙的什么，到底要不要一问一答，什么多问多答，即问即答，看样子这个几率又不高了。所以。我不认为在野党会吃了秤砣铁了心把这笔预算背个到底。OK， 我不认为。因为这个压力不是赖总统给的啦，压力是在美国那边啦。所以呢，后续应该只是说，因为这是一个8年的特别预算，如果你不用急于一时来处理，可是这个一时对于执政者来讲，他就可以拿来做所谓的抗中的操作，就是你们在这边挡什么？你是不是要跟对岸来唱和？那当然，我觉得赖总统最近这1个礼拜的节奏感。就他很快速的就从包括这个军购的预算、武统的议题，再到9·2共识的一国两制，这样子去全面性的对抗所谓蓝营的所谓中国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他把9·2共识直接定义为一国两制这样的模式，是要让国民党。未来他要提这个9·2共识，是直接变成是亲中的主张，就说所以抗中牌目前看起来，赖总统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武统也好，这个9·2共识也罢，全面性的扩张成一个抗中的你要说宝剑好了抗中的这把宝剑已经在他的手上，什么时候出鞘？看样子选战，2026、2028可能这把剑都会随时派上用场。一中，请问一下，对年轻人来讲，不要战争、和平，类似这样的论述，很有吸引力吗？老实讲，有，就是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现在过去我们讲，民进党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支持，但你可以发现，民进党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支持度流失很多，很多跑去小草，国民党也是拿不到，但是很多跑去小草。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跟这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年轻人在持平的过程，尤其像之前不是原本役期是4个月吗？后来不是改成1年吗？其实你说
心中没有奶就是骗人的。当然我们都是鼓励学生说，就这几年开始栽，就是有那个 feel 嘛。对，但少数人是觉得，当然，但是很多还是觉得，就是你知道，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民进党在这一块其实是相当辛苦。OK， 那因为年轻人他承平时期，他其实过去就是一直在民主时代承平时期，所以他其实很难去理解，就是说。你说阿公会不会打过来这件事情，他大概也不觉得他会打过来。你去做民调，大概也不会有人觉得会打过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去怎么样去跟年轻人解释这件事情？就除了国防预算，我觉得大家距离稍微远一点，因为那个钱他可能觉得预算。可是我想服兵役，还有发那个手册、小局书，现在的家里都有小局书了。这件事情其实会让民进，就是让你刚刚讲这些年轻朋友，像20、30岁这些年轻朋友，他们会有一些，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处理，其实民进党就是有点。而且现在教招又多，我常常看到那个网络上很多网友说啊，告衰 Tudio 14天，以前我们抽教招平均是5天，那像有些最长的，像我以前汉光演习就7天，基本上一抽就14天。那我们持平讲啦，每个人都爱国，可是真的叫你去14天，你说他心中感受如何？而且教招的比例非常高，现在的教招很矜持。我们以前教招就是去多少10天就到，基本上不累，基本上这非常的矜持的整整14天的话，我觉得这个对选票平常讲会有影响。OK， 接下来呢是法律跟政治在国内，那接下来会引爆的几个点，对蓝绿阵营来讲的话，是不是都会面临到这样一些问题？奕善是助理费除罪化这件事情，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助理费除罪化，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议员跟很多的立委都涉及到助理费案嘛。那助理费案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助理费由公部门就是立法院或议会拨给，直接户头是拨给助理嘛。那因为所谓的跟老板一些相关的协议也好，或者是直接老板跟你讲说你虽然报你4万块，但是只给你3万块，你要1万块退给我，可能都说明了所以他就把1万块退给了这个立委或议员嘛，所以他就是侵占或者是贪污了这个助理费案嘛，所以所有的助理费案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样态。所以为什么现在国民党他陈玉珍要提修法，就是说那现在以后不要直接给助理了，直接给我老板立法委员或议员，那我老板跟议员，我直接跟助理讲好，我爱发多少发多少，剩下都归我助理立委跟议员，可以这样子吗？而且他是倒退哦，过去其实很多议会是这样干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干，会有很多所谓的助理费案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嘛，所以干脆以后都是由议会跟立法院直接拨给助理嘛。避免了这些老板其他人，很多人都守法了，包括我们这2个议员都非常的守法，直接该给助理多少钱都一定会给助理多少钱嘛，不会去说你助理实报实领3万虚报4万，不会干这种事情，是少部分的议员跟立委才会干这种事情。但是这个修法会让所有的议员跟立委好像都是这样子一样，落人于罪。等一下2位议员可以说嘛，好像我们都是这样，没有啊，我们明明就是很多的助理都是实领实报实领嘛，所以包含很多助理现在也抗议了，因为如果未来直接拨给老板，老板私底下跟你讲，对助理来讲是非常没有保障嘛，我随时可以改啊，这个月给你2万啊，下个月给你3万啊，老板一句话说了算啊，而且可能变成是本来公费助理都是全职的，现在变公费助理可以用工读金你1小时算多少时薪190块给你就好，这样子东西对助理的保障，助理在立法院里面是有工会的所以为什么国会助理现在都反弹的原因在这里嘛？如果全部拨给老板，那未来老板说了算，那我们的保障在哪里？所以他们都在游说国会里面的立法委员不要签这条。所以包含徐小青也反对啊。我想徐小青可能也是助理出身，或者是他认识很多的助理朋友、年轻人嘛，所以他也反对所以陈玉珍这个案到底是不是郑丽文受益的，还是李乾龙为了某些人的除罪化去提出这个案未来国民党中央要厘清清楚，而这个案子千万不能提啦，因为它会让所谓的贪污除罪化啦，所有以后只要是拨给你立法委员的，你都可以随便乱用的话，那所有的那个贪污的行为就会在这里面发生。所以
为什么国会助理现在都反弹的原因在这里嘛？如果全部拨给老板，那未来老板说了算，那我们的保障在哪里？所以他们都在游说国会里面的立法委员不要签这条。所以包含徐小新也反对啊。我想徐小新可能也是助理出身，或者是他认识很多的助理朋友，年轻人嘛，所以他也反对啊。所以陈玉珍这个案到底是不是郑丽文受益的，还是李乾龙为了某些人的除罪化去提出这个案哦？未来国民党中央要厘清清楚，而这个案子千万不能提啊，因为它会让所谓的贪污除罪化啦。所有以后只要是拨给你立法委员的，你都可以随便乱用的话，那所有的那个贪污的行为就会在这里面发生。来，所谓这个案件你们支持吗？我个人是不太支持啦，而且这次的修法其实没有针对这个县市议员，它只是针对立法院组织法，只针对立委。所以那针对的人就更少了。我不赞成任何修法是针对特定人或特定个案哦。目前不管是根据立法委员的助理费的使用，或是说地方民意代表的助理费使用，我觉得都相当的清楚，相当的清楚，而且法制化已经那么多年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很好啊，为什么要我们民意代表来经手钱呢？你知道经手钱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权利，但我会觉得是一种风险。好，直接钱就从这个会计单位直接汇到助理那边，最干净、最简单啦你不要搞人头，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坦白说那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劳健保，然后就这样子处理掉就好。为什么要先汇给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再发钱呢？这里面都会，就算你都没有问题，但是助理还是会觉得，你手上还留多少那你这样说就有理说不清啦所以我觉得现行的方法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去想想看，大家会觉得说，一天到晚新闻好像报道说，哪一个人又涉及助理费，涉及助理，但是全国大概有3000多名县市议员的地方民意代表等等3000多名。涉及助理费案的有没有1%，有没有2%？其实没有的，那就代表说95%以上的民意代表都是按照规矩的在做事嘛。那没有必要为了极少数的人去修一个行之有年没有问题的法案所以我之前就已经有听说包括说地方有一些这个议长他们也在推动连地方民意代表都要的助理费都要除罪化。当时我就说不对吧，是那一些人他去这个便宜行事而不是该修的不是法律。大家想除罪化什么意思？代表那本来就是罪嘛对不对？你不是把它合理化、合法化，它就不是罪嘛。这个最受诟病的，但应该就是淑慧刚刚讲的，就是会不会因人设事，然后让某些人为了某些人要去做这样一些事，这就是大家在讨论法律能够这样子为政治服务成这样吗？来，正好简单，我想要补充一下，其实陈玉珍提的是2个案子，一个是立法院组织法，就是关于立法院的公费助理，另外他也提了一个地方民意代表的这个也是要除罪化，所以他其实提2个案子。那这件案子根据媒体的报道，是国民党是说是要为了帮严宽恒助理费案解套，因为严宽恒现在已经涉入这个案子，如果这个法通过的话，严宽恒就除罪化，那当然连高虹安都除罪，所以如果是因人设事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有点危险，而且跟大家报告最后一件事。我觉得其实松绑不是不行，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助理费有绑太紧的话，松绑一点是可以接受，因为在之前地方也有在讨论。但是你现在变成是按照陈玉珍的版本的话，它是全面松绑，然后变成是这个钱全部都进到立委的以后，你知道立委的薪水暴增吗？他所有的助理，按照你现在立法院的组织法公费的话，他1个月有大概47万。的那个助理费，再加加班费的话9万，所以总共56万，全部都进他的口袋，加上他自己的薪水，总共70几万，然后要怎么用？就立委比总统薪水还多呢。钦差一应，我觉得这件事情一般人大概也不太能理解接受。另外一件跟法律跟政治有关系的，杨明是保外就医的陈水扁总统，媒体报道他要在荧光幕前面主持政论节目。对，这个蛮匪夷所思。虽然他现在已经在主持广播的这个节目了而且有网络直播，但是在这个所谓的立案的电视台上面开政论节目，我觉得那个还是不同层次尤其我想陈水扁前总统他这个保外就医到今年已经超过10年了，那这10年。不断的，其实大家在乎的是保外就医是因为健康吧，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吧。那现在看起来，陈水扁前总统感觉身体这个精神这个很好啊，这精气神都很棒，可以回去关了，手好像也不抖了。可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政治议题啦，他就说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想到用这个方式。当然除了这一家电视台的这个董事长跟他很好关系很好之外，跟这家媒体他之前也有很多的合作互动。那之外，今天有一个报道说，知情人士说他是为了要帮赖清德。我的天哪！我相信绿营的人都不会这样解读啦。绿营的人应该觉得你这才害赖清德，因为我必须说，再怎么样，陈水扁前总统他是保外就医的状态。当然现在这个难题就变成是台中监狱要去扛了，甚至我相信啦，在野党的立委可能看到这个都觉得很兴奋，太好了，下礼拜法务部长到立法院的时候可以问了，NCC 这个现在好像代理主委如果有 NCC 的这个，或是下一次还要提名 NCC 的委员，通通可以再来问了，这个适不适合，可不可以？我相信这个议题当然现在抛出来，大家会觉得很压抑，怎么可以？可是呢，不管可以或不可以，它都符合陈水扁前总统那个叫冲突、妥协、进步。就算我最后没有主持成功，但是呢，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换一个东西给我？OK， 或者说赖总统是不是要给我另外一个承诺？比如说是不是我还有其他的诉求？特色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进度啦，或怎么样的？也许还有这个叫这个项庄舞剑这个意在沛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进度啦，或怎么样的？也许还有这个叫这个项庄舞剑这个意在沛公。OK， 来伟航是时代力量对这件事情什么态度？基本上来说，我们都知道啦，就是独派团体或者是民进党一些比较偏独派的委员，其实都在这些年来都有陆陆续续接到阿扁的关怀，就是阿扁会希望透过他们去影响，包括小英，还有包括现在的赖总统，我们这个都已经听很多了啦。那阿扁要的当然是他在司法上能够更加的轻松，更好过，不只是停止审判啦，看能不能用什么方式让他不管是特色啦或怎么样混过去。当然我们都知道特色必须要判出来才特色，那现在没有判出来，他就是说让他有更大的缓冲的空间。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他从一开始只是在发脸书啦，然后开始开直播，开始有广播节目，甚至在自己家当主持人访问其他人。似乎有一条红线，就是在于说，如果你在台南自己家里面的话，那就算了那这件事情就当你还是有点不太方便出门。可是随着我们最近有看到阿扁确实会跑出来跑照，他甚至有跑出来帮特定的党内候选人助选，像这些事情大家看在眼里，就会觉得阿扁是不是又借由这些动作，其实我想法跟杨明很像，想要对高层施压，是不是在他的案子上再给一些方便？但我认为，依照前面小英总统的时代，可能就是当作没有看到，无视。赖清德一开始也是无视，可是现在第一，你进入初选；第二，在现在民进党其实老实说是有点风雨飘摇的状况下，你还给他开这一枪啦。其实像我们时代力量的立场，当然就是说，你已经判出来有罪了，那如果应该身体能够服刑的话，应该去把自己的刑期服完。那他现在的很多的行为都证明。他好像身体状况是蛮不错，当然相关的专业要交由比如台东监狱专业的医生去判断是否适合继续服刑，可能还有一些加音什么的，我们都不管。但是呢，阿扁的这个议题，我认为其实是需要解决、需要面对的。民进党一直把它放在外面，其实最终不断提款，在那蹦蹦跳的就只有阿扁，大家都是浑身不对劲，这并不是解决一个司法正义好的方式。来，舒培，你们现在的态度呢？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有点压抑啦，因为这个阿扁总统当时特赦的原因，是因为他身心已经具有严重的障碍，日常生活无法自理，才放行保外就医嘛。那当时我记得，保外就医有很多的条件，包含阿扁总统不能去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活动。那现在如果阿扁总统现在要主持节目，那是不是就已经把他保外就医的所有的理由就已经消失了？那所以这东西当然会，这个刚刚不管是伟航老师，或者是杨明讲的，或者是现在很多媒体的分析，其实就是知道，如果阿扁总统真的去主持了，这些东西接下来都是民进党必须要去面对，而且要去回应的。而这一些事情已经不是阿扁那个案子里面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保外就医的条件是不是已经消失？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对明年我们马上就要
选举，包含我自己都要选举。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在争取中间选民，在说服年轻人上面一定会有些问题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去审慎面对了。但我要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刚刚杨明讲说啊，什么阿扁是不是要要求这个赖清德总统啊要更多啊怎样的？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齁。阿扁总统其实就是赖清德，当时在台南市长的时候的乡亲，他们两个的关系其实算是非常 close 的齁，所以我相信阿扁总统应该是看到最近赖清德很多的主张里面其实被误解，所以他想要借由他的影响力去帮他解释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去威胁或者是要挟，因为很简单嘛。刚刚大家讲的，他现在这个案子如果要特赦就是要判，但是现在这个案子没有判，所以没有办法特赦。所以从这个事情，我记得从小英总统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现在，所以这就是会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所以你说他用主持节目来要挟总统特赦，除非要修法，但是现在不可能修法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蓝白说了算啊，蓝白现在连助理费这个除罪化都可以要讨论的，民进党怎么可能会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比较保守啦，我认为阿扁其实是针对于他是这个长期跟赖清德总统的关系非常友好，他想要帮总统在这个很多的问题上面帮他去做说明。但我觉得阿扁总统其实你现在不管是在这个广播上面，或者是在你的脸书上面，其实就已经很有力了。那这其他的在主持节目上面，我觉得会引起更多纷争。其实我觉得这个太多的面向要去做讨论的事情，目前来讲，我觉得可能还要再三思考。OK， 苏慧30秒。我觉得我非常讶异，就是这等于是在把法务部的脸在地上踩，就是你来啊，你来抓我啊，你敢吗？哈，我玩广播完，我要上节目，我还要明年还要去站台，所以全国的观众都在看，全国民众都在看，他哪里有需要就医呢？需要就医的其实变成是我们了，因为我们都错乱了。就中华民国的法律对于陈水扁是如此之宽容那所以政治对于说某一些真的是有造就一些所谓的又权又贵的人，就是像陈水扁这种案例。OK， 刚才讲到这两个跟法律跟政治有关系的案子，那未来发展到底我相信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都会关注的。这对于各政党之间会不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好，那对于2026、2028，那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呢？包括意识形态的问题，包括两岸之间的一些氛围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面，我们明天见，拜拜。